今天讨论一个话题，架构师是做什么的？程序员说是与他们一起写代码实现功能的。产品说，作为架构师应该与程序员一起去写代码。运维说跟他们一起做运维的。DBA 说跟他们一起做数据库的。他们理解的正确吗？架构师呢是解决架构问题的，他们寻找着项目中那些潜在的坑的。在 IT 项目中，整个开发过程不断由各种程序员根据各种代码拼凑而成，就开始了几亿人民币的业务吗？然后呢，堆积在那些庞大的问题跟踪系统和大量的需求文档中，进行着一致性残酷的工作，既不能很好的控制开发成本，反而给项目中增加了成本，增加了工作量。所以，软件开发是一件较困难的事情。所说的困难，就是说完全正确。正确开发软件很难，因为它是多数年轻的程序员尚未掌握的这种知识和技能，它需要一定的思想和洞察力。大多数的程序员都不花时间在这方面进行研究，他需要一定程度的自律和那些枯燥乏味的那些奉献精神。也许大多数的程序员从未梦想过他们需要它。通常呢，这需要对工艺的热情和对成为专业人士的这种渴望。当正确开发软件时，它不需要一堆的程序员去做这种需求的开发以及正常的这种运行。当它不需要这种堆积在一些庞大的需求文档中，以及那些大量的那些问题跟踪系统中，它也不需要那种全天24小时编程，从早上忙到晚，晚上又加班又加到第二天6点、9点过来，还在那儿坐着在做开发，24小时轮流转，是吧？所以啊，这就是架构师做设计的重要性。正确开发软件呢，它需要少量的这种人力成本去对接需求，开发也比较快速，或者是敏捷，缺陷也很少。所以说呢，就是成本被最小化，功能和功能和实现的灵活性被最大化，这就是架构师要考虑的事情。对于软件架构这一块呢，架构师呢需要就是做2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就是评估对接产品需求，评估址域划分是否正确，是否匹配当前的上下文，是否匹配当前聚合，有没有冲突，是否它需求可以定义为微服务。当我们粗略的划分址域时，它并不代表它们可以等同描述，并不代表它们之间可以相互组合。这就需要架构师呢
使用方法论精确的定义，从实体的上下文以及聚合流程关系去匹配它们的等同描述，并且相互可以合理的组合。这一块深化的更深入的探讨呢，我们会在后边的视频中通过事例去讲解分享。第二个方面就是对评估功能接口的这种实现，就是通过那些假设的逻辑需求，以及应用那些设计原则，以及那些推论关系，使用那些经过验证的结构，比如说像设计模式以及数据结构，然后将需求的实现跟代码的技术实现相结合，这就是架构师要考虑的第二个方面。这个方面呢，更深的探讨呢，然后呢，我们稍微透讲一点吧。比如说，我们实现一个接口，接口呢，首先进来之后，对于从产品那边呢，就是产品的业务详细描述，首先是产品的类别以及交互类型，还有用户数量，必须从产品的用例描述当中体现出这三个要素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接口实现是顺序处理还是并发处理。如果是顺序处理的话，我们会考虑序列化、选择、迭代还有多态这4个方面。序列化呢，就是你要考虑使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去做序列化。选择呢，我们会就是说要使用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增删改查 CURD， 然后去做这种数据的这种选择。就比如说简单的这种查询，选择就是查询的意思嘛，然后或者增删改查，就是选择就是 CURD 增删改查的意思的代名词。当我们做这种 CURD 的时候，它是单单的只是查询，比如说简单的查询，还有那些根据关键字解锁数据集 set 这种查询，还是增删改查都做，还是大量的这种插入、批量插入这种情形，还有就是那些判断类的这种接口实现，等等吧。比如说还有像那些事物的即时一致性，以及那些最终分布式的那些最终一致性，都需要考虑这些。对于这些增删改查的选择这方面要考虑的事情，也可以增加，大家也可以去增加很多不同这种那种指向，然后去扩展它的这种详细它的类别，然后在指向上不断去增加，可以把它做成模板。做成模板呢，下次使用的话直接去匹配，然后去实现东西，然后提升自己的思维逻辑以及实现效率。对于迭代这一块呢，就说有些需求呢，它不是那个增删改查，单纯的增删改查，它需要它需要通过就是当前的变量值去推算出一个新的值，就是根据条件就去得到一个结果。内部呢可能会重复执行调节，然后去做这种判断，这些都属于迭代。迭代呢，当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迭代方式去实现更合适，
它well do well for each 这些迭代方式，它都是有不同的这种匹配方式。每一种迭代呢，它都是实现不同的这种功能。递归呢跟迭代类似，但是我们使用迭代，就是你可以使用迭代，绝不是去使用递归。它呢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自己调用自己，很内部自己调用自己，就说你每一个这种必须明确每一个条件，它必须明确它的那种出口，就是结束的这种递归的这种条件。所以说递归不好控制。Java 呢又是一个对于那些它都使用的都是那些状态性可变这种状态性的这种的一种语言，就是在程序执行过程当中的时候，它会改变变量的这种改变变量的这种变量这种情况。对于多态呢，序列化、选择、迭代、多态第四个方面，多态这一块呢，你要考虑，就是说实现这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呢，有状态、无状态，就是可变变量跟不可变变量，对于那些静态条件，然后实锁条件的并发更新的这种问题，然后都要去考虑，它都可能是根据可变变量引起的，所以你需要分析、去衡量、去评估。至于都有哪些情况会出现实锁？但就是可变变量它被更新，然后它就会变成这种可变锁。当你对变量加了锁，它就变成了可变锁，就会出现实锁这种问题。另外就是对你是并发以及多处理这种应用程序中那些它的那个变量的不变性是否可行，就要去考虑这些。当然，对于那些资源无限大来说肯定可行，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对吧？所以呢，我们需要对多态过程当中需要对变量的不变性去衡量、去评估，然后去根据不同的需求，然后去做这种不同的妥协的解决方式。架构师呢做的工作其实很多，他也比较杂，所以说他每天也在如履薄冰的工作着，对付着那些一想起来就心情复杂那些老板们。所以说架构师他需要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能力，从基础结构出现问题，你需要去解决基础结构的问题；软件结构出现问题，然后你去解决软件结构的问题。当然，你需要对前瞻性的、对当前用那个设计，然后去做一个合理的这种评估，然后调查，都需要花时间、花时间成本。另外呢，就是说对于需求实现，对工作量你要去评估。去控制实现的这种人员的这种成本，你还要去最终要去评估你的实现的这种方式质量，然后又需要去最终呢需要定义那些对于年轻程序员然后没有去掌握的那些瑕疵，然后去让他去改正，然后定义自己的标准，让项目然后高质量的去运转，然后去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控制这种成本，控制成本。本视频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用吧。更详细的东西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分享。
请关注本频道，相信后续会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谢谢。